这个产业结构跟民生习惯的问题，就会造成说，你找专业经理人来，没有人比你的员工最懂啊，最懂这个踏板车，最懂这个小型速克达的，就是你自己老板啊，对不对？你30年前、20年前就是玩这个起家的啊，比你第二懂的就是你的员工嘛，对不对？啊，你今天你这个产业的重担，这个董事长位置，你不丢给你的员工，对不对？不丢给你自己的下属，甚至说你找对手厂挖角来的啊，拢港生哈，都是木壳哈啊，这样子的话变成说呢，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啊，你不来巴结我，我也不想鸟你，不是这样暧昧不明啊。你是董事长啊，我是执行长啊，到底是员工是要听董事长的呢，还是要听执行长哈？啊，董事长可能书念的比较多哈，见也比较深远啊，可是执行长会跟员工把弄啊，会跟员工画帕拉 K， 对不对？你未上市的公司啊，你要不要交财报？不用嘛，对不对？我就自己说我说我有赚钱就有赚钱，我说我没赚钱就没赚钱，对不对？人家 GoGo 搞电动车搞了10几年，他还是说我就是一直赔钱，甚至赔了上百亿，中间还不晓得增资几次，还去纳斯达克挂牌，替他欧花紧灯啊，对不对？他就是不好赚嘛，也赚不了钱嘛，但是讨税了呀，对不对？没提没塞啊，或者说你这个董事长的推派，其实都能够在底下斡旋好，或是在底下已经瞧好了啊，这样子你这个专业经理讲难听点，就有一点像是什么摆好看的嘛，白牌速克达踏板车在台湾特有，对不对？你只要台湾市占第一，就是全世界市占第一。你全世界市占第一，就是宇宙市占第一，对不对？整个银河系都是你第一，因为那就没有人在玩这个啊，对不对？还是说你上呢，他去挖那个雷诺，对不对？进来投资，把钱变多了，钱多才能够有花样嘛，有花样才能够改善财务结构吧？这个就是请外国的专业经理人的好处嘛。问题是你台湾这个速克达这个就是世界特有种宇宙特有种，银河系特有种，这个只有你台湾人懂而已，只有你台湾人在买，对不对？你现在要找那个电子业来，他可能也就是说，这个我也帮不上吧。你今天外国人来说，这个我从小连看都没看过，连骑也没骑过啊，我怎么帮你经营管理？这个他也没办法啊，他的根深蒂固就是我就是习惯这样子我就是没有油我就去加油为什么没有人去加油？因为我加油还可以换卫生纸加油还可以换洗碗巾加油甚至还可以洗车，对不对？我电动车都不去加油站，我车子都要自己洗，对不对？这样他就不开心了，对？买车的目的是为了洗车，不开心的事呢，以讹传讹，有没有？越传越多，最后变成大家都不开心大概的不开心怎么样就冰的了对不对就大家都喝冰的了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今年呢是2025年2025年呢真是一个动荡的年才刚开始3个多月才第4个月而已也有地震也有火灾啦火灾还不是烧房子都火烧山日本也火烧山韩国也火烧山今天呢就今天而已连台湾那个阳明山也火烧山水灾就不要讲了所以说呢今年呢这么动荡的一年迪赛哥呢就替大家发挥那个天象观星发现到今年这个金星呢撞到火星火星呢要走进冥王星冥王星呢要遇到大猩猩呢，所以呢迪赛哥呢就替大家呢测字测了今年2025年motorcycle 的关键字呢，今年2025年呢 motorcycle 的关键字呢就是这个字这个木壳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木壳呢？因为今年在台湾的那个机车界来讲motorcycle 来讲的话有没有也是一个动荡的一年赚钱的公司呢好像呢渐渐玩不出什么把戏那个 second 的公司呢 second number 2的公司呢之前呢说没事现在自己出来说有事这个木壳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刚好牵涉到这个他的那个前党主席也是木壳木壳的话有没有他的车呢走到哪里都被偷拍
去吃个东西也被偷拍哦，党主席不在了还可以在党主席的亲友亲人也被偷拍，所以说呢，这个木可的人呢，他跟这个车呢，就是好像有点衰当然呢，这个木可呢也牵涉到我们这个机车界的前董事长呢，他出来说他不想当董事长了为什么不想当董事长呢？因为又被另外一个木可搞他了为什么呢？就是没办法，他这个公司呢，它就是传统产业加上家族企业加上未上市所以说呢，他的公司呢就变成说第一大党不是第一大党啦，第一大家族、第二大家族、第三大家族呢拢港生都是木可这样子的话变成说呢，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你不来巴结我，我也不想鸟你就变成说好的就很好不好就很好。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社会上混这么久了本土公司、外资公司也好家族产业也好，哪有人说一个公司又有董事长又有执行长，对不对？要么董事长不总经理要么就是专业经理人，就像他自己讲的要推专业经理人可是你要推这个专业经理人之前呢，你要考虑到说你这个公司有没有你要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当党主席对不对？你要的就是前途是那个前面的钱不是那个 money 的前途对，你要有前途要当党主席党主席接下来呢要当那个副总统副总统接下来要当总统一步一步高升对不对？你不能为了前途毁掉你的前途大家听得懂另外呢，你要当董事长，对不对？你要当董事长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要破釜沉舟，对不对要翻转嘛，对不对？以前你是 number one， 对不对现在变成 number two 了当董事长就是要有魄力，对不对？要改革对不对你如果改革不能推动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子我就引咎辞职我就不要当董事长，因为我话水不跟当，对不对？对不对？喊鸡蛋来鸭蛋，对不对？叫炒饭来炒面对不对？要头头一根，结果来个什么呢？来个蛙贵这样子就有人讲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做起事来就这样子，有点好像什么的被绑架当然呢，另外一个人他是执行长，对我就讲过，一个公司那又是董事长又是执行长，对不对？你要么就董事长总经理，还是说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这个是假的这个就是什么挂名的这样对或是说外资公司像日资的公司他就是社长社长他就是完全负责这个公司的营运总经理呢，对不对？还是说什么副总呢？就是负责就是爱分工，对不对？大家讲好，对不对？不是这样暧昧不明你是董事长我是执行长到底是员工是要听董事长的呢，还是要听执行长董事长可能书念的比较多见也比较深远可是执行长会跟员工玩闹会跟员工画帕拉 Ken， 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是一个有远见一个得民心还是说一个给福利，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说你把未来放在我这里等改天我上来之后有没有everybody OK 对不对？所以说就变成这样子勾心斗角的话，有没有好事也会变成不健康不开心的事呢以讹传讹，有没有越传越多，最后变成大家都不开心大概的不开心怎么样就冰的了对不对就大家都喝冰的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认真来讨论一件事情一间公司呢，它到底需不需要专业经理人这个专业经理人呢，就牵涉到说这个公司呢，它到底有没有上市它这个公司呢，它如果没有上市的话，有没有它这个专业经理人呢，到底有没有用途对不对？首先呢，你未上市的公司有没有？你未上市的公司你要不要交财报？不用吧，对不对？我就自己说我说我有赚钱就有赚钱，我说我没赚钱就没赚钱，对不对？人家 GoGo 搞电动车搞了10几年，他还是说我就是一直赔钱甚至赔了上百亿中间还不晓得增资几次还去纳斯达克挂牌去欧花景灯对不对？他就是
不好赚嘛，也赚不了钱嘛，但是逃税了呀，对不对？没提没赛呀，所以说他还是要继续撑下去，所以说你不用上财报，对不对？你不用接受那个政府的监督所以说人家搞10几年还在赔钱你说你做2年之后，还是做3年之后，你就损益平衡了你自己讲的你自己对我没办法去深入检讨，对不对？你会计师是你自己给他签名的，对不对？另外呢，你未上市公司有没有？是不是要推判董事长？推判董事长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放眼望过去，你要设几个董事也是你自己决定的董事的成员是谁也是你自己决定的像这种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它的结构都是它核心的几个有没有？你要把董事换掉也不太可能那个董事他的股权都握住了，他也不可能是分散出去除非说这个董事去做神仙的去做小天使，他可能说把这个股权分散出去，可是他股权的话，他还是会有那个什么，就是会交接下去嘛，所以你也不可能嘛，所以说要谁当董事长，其实都已经私底下就已经沙盘推就推好了，对不对他要当董事长，他不是出钱就是出力嘛所以说就像之前特斯拉的那个执行长马斯克一样对不对？他要去买推特，对不对？没钱这就是先挖自己的钱去买推特等改天推特买下来之后，要叫特斯拉公司，他就自己说特斯拉公司对不对？要给我 40% 的那个盈余的红利后来被判决说自肥没是那者就像现在一样，你是未上市公司你要谁当董事长，你可能就是先给他点那个甜头，对不对甜头先拿自己的那个账房里面的钱出去改天自己选上董事长之后有没有就自己改章程，对不对？公司的盈余50% 还是 40% 都是我的那个挖东墙补西墙，对不对？所以说你未上市公司的话，就算你有专业经理人，你本身的财务不透明，或者说你这个董事长的推派其实都能够在底下斡旋好，或是在底下已经瞧好了这样子你这个专业经理人讲难听点，就有一点像是什么摆好看的嘛，你到底这个专业经理人是要听员工的，还是要听市场的，还是要听董事长的，还是要听把你推上去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假狼掏肉的人所以说你未上市公司的专业经理人的话，就会变得有一点好像让人家觉得说你的决策到底是你真正的专业判断说，还是说是董事会的判断当然如果说他能够痛定思痛，觉得说这样子未上市的话又派专业经理人，好像脱裤子放屁，只是说把董事长的决策变成是经理人的决策其实还是一言堂某个人说了就算章还是盖得很快不行的话就是什么都挡下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用如果说他改成已上市呢，他已上市的话有没有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形他已上市公司有没有，如果他的股权的话太集中股权他虽然已经上市了，可是他的股权没有 share 出去有没有没有说比如说没有政府的没有民间的代表没有学术界的代表甚至说有其他的产业界进来交叉持股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电子业的大立光大立光它的股权结构都集中董事长就占了好几10%有没有其他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他股权他也不释放出去，然后他也不增资他也不，比如说他的股权都永远不会结构不会变所以说外资也很难去买到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小股权所以是说这样的话有没有，他虽然说是已经上市了，但是他后面的那个大势力还是一样这样在垂帘听政的，对不对？你上市那类上市的专业经理那类专业经理人，还是老板说了算了，老板说要投资就投资，对不对？老板说要撤资就撤资，所以说这个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变成说就有一点就只有技术成分他本身怎么要投资要设厂要远程的规划没有，他还是要看大老板的脸色另外呢，如果他是已上市公司的话没有，他在台湾我们讲到那个 motorcycle 有没有，我们的摩托车台湾的特色是什么我就是那个踏板车，我就是速克达
我就是155，或是说就是150以下的占大宗，对不对？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白牌速克达踏板车在台湾特有，对不对？你只要台湾市占第一，就是全世界市占第一。你全世界市占第一，就是宇宙市占第一，对不对？整个银河系都是你第一，因为就没有人在玩这个啊，对不对？你看美洲有人在骑这个塑胶车吗？没有，对不对？就算跟我们最邻近、最相关的生活习性的日本或是韩国，对不对？天气啊、人种啊、身高体重，对不对？嗜好都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吃拉面，他们也吃拉面；我们吃寿司，他们也吃寿司；我们吃便当，他也吃便当，对不对？我们去夜店，他们一样也有开夜店。好的，生活现象一样。可是为什么台湾的摩托车、塑胶车就那么多日本跟韩国就那么少？当然他们捷运比较发达，他们的汽车便宜到哭吧，对不对？那么便宜的汽车，还去买摩托车干什么？对不对？而且日本有雪，韩国有雪台湾有雨，对不对？有雪跟有雨就不一样了。有雨你还是可以开车骑摩托车的，有雪的话没有，你骑摩托车你得变成雪人啊，你就还是这样，甚至连车都不能开，你就是还是要靠大众运输工具，还是要搭捷运在地底下面通，不然上面都下雪，你要跑去哪里？所以说呢，这个白牌小型速克达就变成台湾特有种既然台湾特有种有没有？会讲到第三个项目。这个经验呢，你请专业经纪人也好，对不对？这专业经纪人你要请电子业的来专业经纪人还是请钢铁业的来专业经纪人，他都不了解这个特有种，甚至说你请那个阿东对不对？像之前那个尼桑，对不对？请个阿东来阿东来，没错是不错，就是阿东他用他的专业改善你的财务结构该关的厂关掉该投资的去投资再引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你上叫三菱进来投资还是说你上呢他去挖那个雷诺对不对？进来投资把钱变多了，钱多才能够有花样嘛，有花样才能够改善财务结构吧这个就是请外国的专业经理人的好处嘛。问题是你台湾这个速克达这个就是世界特有种宇宙特有种，银河系特有种，这个只有你台湾人懂而已，只有你台湾人在买，对不对？你现在要找那个电子业来，他可能也就说这个我也帮不上吧。你请那外国人来说这个我从小连看都没看过，连骑也没骑过我怎么帮你经营管理这个他也没办法，对不对？你说你要找那个财务结构好的也没有用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台湾的，而且台湾讲单点，台湾的摩托车产业有没有？其实根本不缺资金是他要不要投资要不要放而已。对，你今天你台湾的那三大车厂，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我现在开始发展挡车，我开始发展重机甚至我现在开始发展三轮车。问题是你国内不买单你的产业结构，你的民生结构就是大家都习惯骑这个小型踏板车小型塑胶车你今天就算是重机，对不对？600cc 卖他6万，他也不要买，那就骑出去就不方便嘛。我又没有踏板，我问你，我便当要放哪里？对不对？我咸酥鸡要放哪里？对不对？说你说我今天对不对？我电动车对不对？补助那么久了，对不对？卖的比油车便宜一半以上，问题是它就永远就是那 10% 15% 就跨不过去，因为什么？它就是没有那个市场的那个接受度吧。能买的人还是那些人他的根深蒂固就是我就是习惯这样子我就是没有油我就去加油为什么没有人去加油？因为我加油还可以换卫生纸加油还可以换洗碗巾加油甚至还可以洗车，对不对？我电动车都不去加油站，我车子都要自己洗，对不对？这样他就不开心了，对？买车的目的是为了洗车，对不对？你今天没有人帮我洗车，我就买这个车就不开心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产业结构跟民生习惯的问题，就会造成说，你找专业经理人来，没有人比你的员工最懂最懂这个平板踏板最懂这个踏板车，最懂这个小型速克达的，就是你自己老板对不对？你30年前、20年前就是玩这个起家的你比你第二懂的就是你的员工嘛，对不对？你今天你这个产业的重担，这个董事长位置，你不丢给你的员工，对不对？不丢给你自己的下属，甚至说你找对手厂挖角来的，也都比你找那个什么专业经理人才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这个产业太特殊，有没有？就像 AI 一样
最懂的就是黄仁勋嘛。你说黄仁勋懂 AI 对不对？你今天去叫他去找那个特斯拉的，他也不一定懂啊，对不对？今天你去找那个 IBM 的懂电脑的，对不对？他懂电脑是懂电脑，他可能懂硬体啊。AI 这种东西，这个编程的、这个生成式的，他也不懂啊。所以说最懂的就是黄仁勋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成有黄仁勋啊，对可能败有黄仁勋。好的他如果他产业如果判断错误了大家就整船跟着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找专业经理人？没办法嘛，就是一个人就是全场靠他一个人吃穿的嘛。所以说呢，迪赛哥跟大家总结一下，对不对今天呢，如果你是要未上市的呢，你本身的话，你就是财务要公开如果你财务不公开，有没有？你大小股东都是你在掌握的，有没有？这种未上市的专业经理人，其实就没有什么用意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已经上市了，有没有？你本身你财务就要公开，对不对？就财报就要公开，就要透明，对不对？有赚钱就是有赚钱没赚钱就是没赚钱该收起来就是要收起来不该收起来的你就要投资就要去投资，不能说你已经上市了股权又不释放出去，对不对该冲的你不冲不该冲的你乱冲，对不对？对咱公司的都10%呢，对不对？你还一直投资，对不对？赚钱的东西，能赚钱的那个产品，你不去大刀阔斧把钱放在那个不赚钱的东西的上面一直投资，它就是永远就是10%、20%而已另外80%的市场你不去努力你一直钱砸在那边，就觉得说这个有市场，我看得到未来。问题是看得到未来是可能国外看得到未来，问题是你就是在台湾就是玩不下去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上市跟没上市有没有？有没有经理人跟没有经理人放在台湾这个 motorcycle 平板塑胶车上面，其实是不太适用的。以上呢就是大家今年2025年木壳这个字带来的动荡谢谢。